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在陕西旬邑县。前几天我们去了商洛，说一座大山被掏空了，里面有很多崖洞，说那个是土匪居住的房子。那在旬邑这里呢，这一座大山比那个商洛还大，整座大山呢也基本上是被掏空了。那这些呢，真正的也是崖洞，但是这个呢，里面呢相当于我们说套间一样的2房1厅、3房1厅。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地方历史大概有1000年左右，就是打个比方说，这个是1000年的房子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大山里面挖出来的。我们今天就上去体验一下，等一下爬上去看一看，看看里面的环境、里面的布局是什么样子的，跟现在有没有区别。这些石洞也叫做石窟，是建立在峭壁石崖上面。我们这样看的话，是看到有窗户的，就是外露其窗，就窗户露在外面。然后里面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一些洞，并且那个洞呢不止一个，就是里面是四通八达的，共分为3层，其中2层有完整的洞穴，基本上每个洞穴里面有4到5个孔，每个孔呢高2米，宽3米，洞深大概4米。等一下我们去里面看一下，因为有些还是能进去参观的，在1层里面呢比较明亮，还有呢有些暗道。并且这些暗道呢，有些还是上下相连，就是1层的洞穴可能在里面能够通到2层的洞穴。等一下我们都能够看到。关键一点，像在那个旁边这个崖壁上面还修有栈道，就是架有云梯，能够上下相通。我们经常说这些崖洞、崖墓都在怀疑这东西是怎么建上去的，东西是怎么放上去的。如果像有些这些崖洞，那么这个上下怎么通行，它就是靠这个栈道还有云梯的。我们说这个崖洞到底有时间多长，因为在这个崖壁上面发现写的是宋金的时候有人避兵于此，就是躲避灾难、躲避灾祸、躲避战乱。由此可以推算呢，这个洞应该是建立南宋之前，因为宋金刚好是北宋到南宋之间嘛。并且这个地方不是这一座山，周边几座山上面都有很多这种崖洞，所以说这些基本上是人居住的，因为里面呢有好几个房间。我们经常说崖洞或者崖墓，里面是我们说的安葬人的，但这里估计不是，因为我们等一下可以详细看到它的空间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提到石窟、崖洞这些，首先大家能够想到的就是我们说的4大石窟，像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这些。那么这个石窟呢，其实规模也很大，基本上是看不到尽头的。那这个地方有没有跟佛教有关系呢？一般是没有关系的。它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呢？我们刚才说了，是主要用来居住人的。经常我们说的古时候啊，有战乱嘛，那有战乱的话，那就要躲避嘛。那躲避到哪里呢？那只能躲避像很多地方就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大大小小、上上下下，这个石窟有300多座。就是说按照资料记载，就是说这些洞窟是赵家祖先长居住的地方。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呢肯定是没有人的，可能人呢都搬迁走了，或者住在下面附近的村落。资料上说这些山洞、这些石窟是建于宋金的时候，但是我个人猜想，还有查了一些其他资料，感觉这些石窟应该还更早，可能还早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为什么这样讲？就算是宋朝的时候，为了躲避战乱，一般大家也不会选择在大山开凿这样的石洞，因为这个人工成本包括其他的成本远远高出在这样的我们说山脚下建一个村落，所以这就有点不太现实。大家说是不是？在石山上面开凿这样的洞穴太难了。我们说在1层开凿还好一点，你像在上面的悬崖峭壁上面开凿，我们就不说其他的，这个土怎么运走，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量。所以具体的年份、建造时月是不知道的，但是可以肯定这些洞穴是用来居住的。
这个赵家洞石窟一直到上个世纪50、60年代还是有人居住的，因为等一下我们里面才能看到有一些我们说的人生活过的痕迹。到了上世纪70年代，赵家洞呢，基本上我们说的不太符合人们居住，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又能储存一些我们说的比较珍贵的文物，就相当于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库房一样的。因为这个地方干燥，然后呢，又比较偏远，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存储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到了2005年的时候，这些文物才慢慢的搬回西安。那搬回西安之后，这个地方就废弃了。我们已经上来了，这里看到没有？密密麻麻的，这一排都是。像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等于是1层，然后上面还有2、3层。那这些很小的洞是干嘛的呢？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说搭栈道，因为基本上是这样上去的，这样上去的，知道吧？不是这样的，这样太陡峭了，相当于这个是楼梯形状的。我们现在就去里面看一看。我们先在1楼找个房间看一下，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黑色的，这个黑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年这里有人做饭熏黑的。走，看看，这等于是一个小单间。刚走到这里面很凉快，很凉快呀，冬暖夏凉。基本上他们都熏黑了，就证明这里面这地方可能是厨房。这里好像是2层的，大家看看，通了，上下是通的。这跟哪里很相像？跟那个志丹县的那个很相像。看看里面都是相通的，所以它这个等于是套间一样的。这里应该是卧室啊，这里应该是放东西的。现在我们站在高处往外看，是不是窗外的风景一览无余？这样很漂亮吧？整个这一座山从这里过去，一直这样过去，全部都是这种崖洞，那边也很多啊，对面是没有，就整个左边这边全部都是。所以古代老百姓的智慧确实了不起啊！给大家环绕一周，看看里面的布局，都是黑的，难道这里面都做了饭吗？四通八达的，基本上我现在算一下，这里等于是1房1厅，然后上面还有一个打通的，所以等于是这个等于是2楼2层，等于是4房，因为它1、2、3都是连通的，了不起！在这样一座大山挖出这么多那个洞穴，这个洞穴不是我们简单的一个山洞，它是里面几十平米全部被挖空了，知道吧？这个工程量是相当巨大的。它这个地方比挖窑洞还困难。挖窑洞我们说是在下面，它这里呢，整个是在悬崖峭壁上挖出来。想象不出来古代的老百姓是怎么弄的，大家有知道的吧？我们这样看一下，看看这边这个房间，1个窗户，2个窗户，1扇门，然后看看它里面是不是相通的。哦，这个地方就是单独的一个房间，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居住过，反正我估计几十年前还有人在这里居住吧。因为这个地方太凉快了，往这边走一走，看看这边，它很多经过时间太久远，有点我们说的塌方了。这里也是单独的一个，2层那里看一下，但走了这个地方，大家小心一点，下面就是悬崖，往前走。2层只能走一点点，我们就不敢太往前走了。我主要来2层是看一下这个洞穴，这个洞穴也是独立的，没有连接。我们现在
这样看一下，后面洞穴的这些人呢，就居住的人，是不是搬迁到旁边这个村子里面？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不知道真假。我们再来这样看一下，它这个窗户这个墙厚不厚？感觉这里更明显，差不多有40公分的厚。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说的作为承重，另外一点就是冬暖夏凉，冬天能保温，夏天能隔热，就这个意思。而且有一点，我们刚才也看到里面，它里面这个墙全是平面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正方形或者长方形一样的。那个时候我们都说没有机器，那么要挖一个这样的房间出来，一个洞穴出来，这到底用什么工具呢？我们看一下，大概5米长，高度呢差不多快有2米。你想一想，那这个地方怎么弄的，对不对？长宽高5米25米，再加2就是50个立方，差不多一个房间50立方是怎么弄出来的？大家能够想象得出来吗？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再看一下，像这里呢还有点不同，这里当年可能这个是一个炕吧。然后我是走了这么多，这个房间是最大的，真是密密麻麻呀！这个佩服他们，向这些前辈致敬。1000多年前就能够在这种悬崖峭壁上开凿出这种洞穴。这个地方我们就参观完了，大家有没有被这些震撼到啊？我一爬上去，一看到这些，就想到啊。确实太震撼了，不得不佩服他们，因为我们常说嘛，老百姓的智慧是无穷的。确实，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面弄出这些东西，包括现在，假如说我们没有机械化，很多人80%的人可能也弄不出来，但是在1000年前就有人弄出来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